Hello，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来讲的是这个串珠的笔刷。这个笔刷的话，会结合我们之前的箭头笔刷，还有就是向量线的风格变换这两个技巧。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把串珠饰品的这些小物件做出来。那我们可以使用对齐工具，这个是 2.0 之后才有的，把它们全部都制中以后，你再做框选会是最快的做法。那范围的话呢，刚刚好可以包覆它们，然后你的十字中心要刚好对到它们的中心。所以如果你发现好像没有的话，你就是要自己手动的调整一下。我会建议全部都给它对到中心，不要说有些歪到这个地方，不要。如果是像这样子的话，到时候你的串珠可能会歪掉。那这个部分可以到箭头笔刷那一篇来看一下，有选取范围跟没选取范围的脱金素材库是有差别的。那接下来呢，我们 Ctrl 按住，然后选到这个图层1，就是我们刚才框出的选取范围，然后呢就开始一个一个的把你的串珠的图案给它丢进去，接着点2下就可以进入编辑。我们把作为笔刷前端形状时有打勾，然后你可以在这边设定它的标签，这样子你会比较好检索。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笔刷咯。那我们可以找一个最接近它的，像这个串珠饰品应该是最接近我们想要的效果嘛。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复制一个，然后我们就把它改名字。那你可以在底下去改它的图示，还有背景颜色。接着我们打开扳手，那之前我看到有人说它的扳手不见了，我在工具属性这3条刚刚这边把显示命令列这个打开，这样就好咯。然后我们找到笔刷前端，然后我们把这几个串珠链把它给删掉，放入我们自己做的串珠链。那你可以在这边检索关键字打串珠，就会出现咯。那你要全部选取的话，就是按住 Shift 就可以全选这一个范围。你也可以单选就是用 Ctrl 键按住就可以单选，这样子。好了，就按 OK。那我们简单的画一下说，目前是长这个样子。它看起来好像每一个都间隔开来了，只是说好像有点奇怪，就是它的方向还有它的间距好像不能调整，所以我们先来调整它的间距。我们到笔画这边把丝带关掉，因为把丝带关掉，我们的间隔才可以打开哦。间隔这边我们就直接拉宽一点，那它就会像这样子，它的间隔被拉宽了。我们去改它的方向，到笔刷前端方向这边，那我们使用线的方向。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奇怪，好像哪里怪怪的，为什么我这些有方向性的物件，它的旋转轴怪怪的？那这时候呢，我们来调整一下我们的方向，那我们就把它调整270度，它就会是正常的。如果你的饰品有需要随机翻转的话，上下左右旋转，这个左右翻转是可以调整的。那像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一个串珠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处理它的随机性。那如果我不希望有这样子很明显的规律的话，我们就回到笔画这边的反复方法。这边呢，你有随机跟反复。然后在这边上下有2个橘色，是因为它使用了返回。那我们使用反复时，它就会像这样子。那随机的话，基本上就是真的随机。那你要去控制它出来的几率的话，你就是去增加其他图案的出现几率比方说，你觉得好像每次粉红色都出现太多，我需要多一点绿色跟蓝色，那你就再多加一次就好。它是可以反复的去新增同一个笔刷头在里面的，去控制出现几率。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再画一次，你就会发现，蓝色跟绿色出现几率就变得很高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控制几率的部分是人工控制哦。那我们这个串珠的珠珠都做出来，那中间的这个链条的部分要怎么处理呢？那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这一次的比较算是重点的部分。以前的做法大概就是这样子很努力的画。那这样子对于一些就是需要比较流线型的这种饰品，可能就是不太好看你要去对就真的是很麻烦。那我们可以使用向量图层。我把图层这边放大，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打开一个向量图层，新增一个向量图层。那我们先随便的拿一个笔刷来画，比方说，我就拿假设我的那个中间，我希望的是这种锁链形状好了。我先在向量图层随便画一条线，我需要的线，接着呢，复制一个链条。然后我们找到我们刚才做的这个串珠饰品，到笔刷形状这边呢，登记至预设，像这样子。接着我们到串珠这边，使用这个操作，到笔刷形状，把串珠式按下去，它就会跟着你的这个链条了。那它现在很小，我们就调整笔刷尺寸。那你可以调整它的间隔。那如果你今天发现说，完蛋，我这条线不满意，我希望它的这个弧度再弯的更大一点，就我们有的时候画东西可能就会比较仰赖一些弯曲的工具。Clipper 在向量图层上歪斜工具是不能使用的，所以我们要到线修正这个功能，向量捏手这边，我捏了，可是它只动一个图层，所以呢，我们要把这2个图层给它合并，那同时去做编辑。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第2个笔刷形状的这个方法。首先呢，我们一样用我们的原本的串珠这个笔刷来改。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修改笔刷前端，帮我把全部的这个都删掉，然后放入我们想要的这个串珠链。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使用圆笔哦，圆笔的话就不用这么麻烦。好，那我就挑这个官方预设这个，然后方向改成0，笔画丝带打开哈，像这样子，确保它是像这样子的一个链条。接下来呢，我们到笔刷形状2这边，到笔刷形状2这边叠合笔刷打勾，套用方法普通。接着套用 RGB 值这个打勾。我们到笔刷前端，把我们刚才的那几个串珠给它抓进来哦。那你这个时候放大看，你就会发现其实串珠已经有进去，只是它尺寸不对。所以我们到笔刷形状这边呢，我们把我们的笔刷尺寸改大一点。那你可以先把你的主笔刷缩小，先看一个效果。调一个你喜欢的这个比例。假设这个比例是我想要的，那我这时候再按上配合主笔刷尺寸变化。那这样子呢，以后不管我的这个笔刷放多大多小，这个中间这个链条的比例就不会跑掉咯。好，那现在我们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串珠它的间距没办法调整，然后再来是它在转弯的时候似乎有点歪斜，有没有？那我们这边就到我们的笔画这边把丝带关掉，间隔这边我们就可以按眼睛显示，那我们把它改成固定，把它的间隔改大一点，像这样子。那一样方向的话，我们到笔刷前端方向这边线的方向270，那这样子就完成咯。那你说这边这个数值其实就是比照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单个的纯串珠的这个就好了，就是笔刷2的这个版本就是这样子做。我们今天讲了2种方法，一种是我们使用2个向量图层，然后使用操作这边去更改它的向量线条的笔刷形状，像这样子，这是一个做法。那另外一个做法呢，就是我们直接在笔刷这边做笔刷2。那第一个的笔刷形状，我们就把它替换成我们中间这个链条的形状；第二个笔刷形状，我们就把它套用我们的串珠，然后并做相关的设定，这样子就好咯。如果你是使用向量图层的话，一样串珠2，就是像这个有套用第2个笔刷形状的，你也可以使用操作这边再去做后续的调整。那就是看你的版本，还有你喜欢的是哪一种方法，那就这样子啦，谢谢大家。